我猛地睁开眼，浑身冷汗。床头电子钟显示2028年9月16日8点46分。窗外狂风呼啸，街道上车水马龙。我不是死了，不对，我重生了，回到了末世前7天。手机响起，屏幕上跳动着2个字：老公。我的眼泪瞬间涌出。陆瑞胜，我的丈夫，末世第3年死在我眼前的男人，为了替我挡刀，他被活活砍死之后，我没有独活，一把匕首刺入心脏，随他去了。我手颤抖着按下接听键。盼盼，气象台报这几天有超强寒流，今天别出门了。我签完合同傍晚回家，给你订了菜，等我回来做好吃的。熟悉的声音，我瞬间哽咽。老公，我想你了。他笑了。我也想你了，在家乖乖等我。挂了电话，我坐在梳妆台前，强迫自己冷静。7天，我只有7天。我的目光落在我戴的吊坠上，这是奶奶留给我的遗物。前世末世第2个月，这吊坠被来借住的庄杰偷走。临死前，我才知道这吊坠里有空间。庄杰利用它在末世活得风生水起，却担心我这个原主人活着影响他们，设计杀了我们。既然重来一次，我不会再让这些畜生好过。我凭着前世的记忆，学着庄杰的样子，将手指划破，血滴融入。下一秒，我置身于一个巨大的空间，空荡荡的，比足球场还大，中间悬浮着电子面板。1. 吊坠损坏后不可传承。2. 注入黄金可延长使用时间。3. 空间有保鲜功能，可用意念控制。原来如此，庄杰前世不敢毁掉吊坠，又怕我发现，所以才杀人灭口。急促的敲门声打断我的思绪，我从猫眼看去，是庄杰。我心底的恨意涌上心头，立马跑去厨房拿菜刀，走到门口又停住。还不是末世，还有法律，要是和他起冲突，我还要去局子，耽误我囤货。要让他活着，看着他在末世受罪，才是最大的惩罚。嫂子，在家吗？开门啊，我找你有点事。庄杰的声音传来，我强压情绪。我刚起床，不方便让你进来，有什么事情在门口说就行。是这样的，嫂子，我媳妇儿经常说你的吊坠好看，她下个月过生日，我想借你的吊坠，再找一个地方做一个差不多的款式，也算给她个惊喜。我心猛地抽出一下吊坠，难道她也重生了？那是我奶奶的遗物，不方便外借。庄杰语气有点急躁，他又拍了2下门。嫂子，我就是看看，要不然这样，你开门，我拍2张照片也行。我脑子飞速转动，张口就开始编。咱们别绕弯子了，是陆瑞胜让你来的，他就这么不信我，认定了我家里有男人，还让你来炸我，这日子是过不下去了。你也别装了，我是不会开门的。话音落下，他愣了2秒，缓缓说出：嫂子，我来跟陆哥没关系，我真的是来借吊坠的。我冷哼了一声，你这瞎话编的也太假了。现在的首饰店里什么款式没有？我这一个不值钱的坠子哪有什么好看的？你不就是进来看有没有男人的？说完，我从猫眼处看了看庄杰，他的表情明显就是信了。接着我故意踢倒一个凳子，大声说：是陆瑞胜让你来抓奸的吧？他就这么不信我，这日子不过了。庄杰懵了。嫂子，我保证不会跟陆哥说你的事情的，我真的是来看吊坠的。别装了，我死也不开门，让他怀疑去吧。哐当又踢了一脚，庄杰沉默片刻，终于离开。我靠在门上，心跳如雷。果然，他也重生了。前世他偷走吊坠，这一世想提前得手，绝不能让他得逞。虽然时间紧迫，但我现在不能出去买物资，万一庄杰狗急跳墙，雇人抢就危险了。得等老公回来，他是退伍特种兵，以一敌十的那种，有他在更稳妥些。我将门反锁，开始列清单。末世3年，我最清楚缺什么，马上是极寒。零上10几度骤降到零下50度，持续10天之后，暑疫、极热、干旱、酸雨，各种灾难轮番来。我拿起笔在纸上写下，直到傍晚我才停下笔，一共下来整整写了10页所需的物资。这时密码锁响起，我起来到猫眼处确认是陆瑞胜，猛地扑进他怀里。陆瑞胜，我好想你，想跟你说好多事。他185的身高，一把将我抱起。才1天不见就这么想我，那我可要满足老婆的要求。我意识到他想偏了，现在哪有时间干这个啊？看着他迫不及待的样子，我没有说话，直接将他拉着他进了空间。陆瑞胜愣住，这是我奶奶留下的吊坠空间。随后我意念一动，客厅的沙发茶几挪进来又出去。他从震惊中回神，真的？还有更真的。我深吸一口气，一口气把我的前世今生全部道出。陆瑞胜沉默片刻，拿起桌子上的坚果夹子，将吊坠夹碎。我瞳孔猛地一缩，你做什么？摧毁了它就不能传承是吗？我点了点头。老公接着说道：你说你把血滴进去了，现在你是它的主人，那我就摧毁它，让这个空间只能给你用。我功夫好，自保能力强，这个你用，我更安心对敌。我鼻头一酸，点头。好，听你的。然后他翻开我的10页清单，快速补充：武器和户外装备，我找战友弄。钱不够的话，卖房子肯定不够了，直接抵押房子。我点头认同。他接着说道：今天先去租货车，
明早开始扫货。话音刚落，我们相视一看，起身连夜出门，到租车店租了辆货车。回到家后，我们紧张的也没有合眼，直到天微微亮的时候，我们直奔抵押公司，将我们的2套房子抵押了，只剩下1套奶奶留下的老宅子。末日的时候，我们打算去那里，老板告诉我们抵押300万，可钱到账需要时间，直接给现金可以吗？老板故作为难地看着我们。谁身上会有这么多现金？怕是不能啊。我听出他话里的意思，毕竟我们找抵押公司的时候找的是不正规的。220万现金，还的时候还是按300万还。老板眼睛一亮，这买卖谁听了都会心动。好，他一口气答应了下来。我们将220万现金拿到手后，开着货车去商场订了上百份饭菜，买了10台手机电脑，下载了种植养殖基建资料，意念一动，全部都放进空间里了。回到家后，庄杰站在门口来回踱步，满脸焦急，看到我们整个眼睛都亮了，急步跑过来。陆哥，嫂子，我等1个多小时了，你们去哪了？快让我进去回家喝口水，渴死了。我直接演戏，脸瞬间耷拉下来，瞥了陆瑞胜一眼，拿钥匙开门。庄杰嘴角上扬，激动地搓着手，他以为我要让他进屋，结果我砰的一声将门关上，他们2人被关到了外面。庄杰一愣，眼神里带着迷茫，看着陆瑞胜。陆瑞胜立马配合着我，看着庄杰，咱们下楼说吧，你嫂子疯了。我立马跑到窗户前，看到陆瑞胜拉着庄杰站在下面。陆哥，我上去给你说教说教嫂子。陆瑞胜沉默一阵后，强装开心，不说这些了，我带你去喝点小酒。外面温度直逼零下，就这么一会，陆杰已经冻得直打颤，眼看进不去，只能作罢。算了，我老婆在家还等着我，就是不放心来看看你们。你可要跟嫂子好好的。说完，他便小跑着回去了。陆瑞胜回到家后，我俩对视而笑，让他去囤物资吧。等他囤好了，我们去端他的老窝。接下来5天，我们疯狂采购。我们先冲进服装批发城，老板，给我们将这个仓库的运动服、羽绒服、内衣袜子全部包起来。老板先是一律打量着我们，我又补充道：做慈善的，捐给山区里的。好嘞，这就去给你们打包。半天的时间，整整3货车的衣服，够我们穿30年，每天不重样的。之后，我们又到小商品城洗漱用品、卫生纸、卫生巾、蜡烛、酒精炉、老鼠药各50万份，5金店里螺丝、水泥、沙子，几乎整个店货物都被我们盘了下来。第3天，我们又到了农贸市场，米面油各上3万袋，盐和糖各5吨，干货10万箱，肉300公斤起步，蛋类几千个，水果蔬菜每样不落。汽油又买了100桶，发电机10台，水箱10个装满水，然后去租了2辆悍马，1辆越野。武器方面，陆瑞胜弄到了防弹衣、生化防护服，还搞到零件能自己组装散弹枪。最后一天，我们去超市包圆了自热锅、方便面，买了烟酒糖茶，还订了几万块的零食，钱花的只剩20万。但我们知道这些东西在末世200亿也换不来。傍晚，我们去了庄杰家小区。明天就末世了，他今天一定会去。最后确认仓库，跟着他的车到了城北一家家具厂。等他离开，陆瑞胜从天窗翻进去，打开门，我瞳孔都放大了，吃惊地看着眼前这一切。庄杰囤的物资比我们还多，家具厂仓库堆得满满当当，从食物到衣服到工具，应有尽有。看来他们家底够厚。陆瑞胜冷笑，我把所有东西收入空间，空间瞬间满了一半。晚上回到家，我们清点空间里的物资，相视而笑。明天就是末世，但这一次我们准备好了。而且庄杰的仓库空了，他不知道他辛苦囤的所有东西都在我们这里，钱是欠我们的，该还了。窗外狂风更烈，我和陆瑞胜清点着空间里的物资，虽然和庄杰的大部分都重合了，但是也有我们没有准备的，简直就是锦上添花。就在这时候，突然有人敲门，陆瑞胜在猫眼看了一眼，是对门702的业主陈少南。这楼1梯2户，对门是2口子，都是老师，有个15、16岁的男孩。我们刚搬来不久，不太熟，也就是认识前世。对门一家断电没多久，就出去找食物，再没回来。陆瑞胜开了门，陈老师，我下班去超市，好多人抢购，想着你们刚结婚，家里可能没存粮，提醒你一声，要是不多，赶紧去买点。前世这时候我们还在工地，估计他也来过，只是家里没人。陆瑞胜说，我们储备不少，不过陈老师，明天预报有大雪，9月下雪，粮食肯定涨价，要不然有备无患，咱再去买点。也是，多点米踏实，我回家说一声就走。陆瑞胜回屋穿外套，我都听见了。他出去后，我做了饭等着。3小时后，楼道里传来动静，开门一看，他们搬了好多东西回来。陈少南妻子段淑梅和孩子陈朗也出来了，打过招呼，各自进屋。关门前，我提醒他们：骤降温，水管可能爆裂，提前储备点水。我们把车收进空间，然后坐沙发上看手机。贴吧论坛全是极端天气的预报，我看着这些评论叹气，这网络也持续不了多久了。
晚上躺下就很冷了，没开空调，极寒环境空调不制热，拿出电暖气、热水袋、电褥子3重加热，两人抱在一起才能暖和点。我给陆瑞胜讲前世的事，讲到后半夜才睡。第二天天刚亮就醒了，就算有电暖气、电热毯也冷得不行。跑到窗前，外边灰蒙蒙的，风卷着雪，密密麻麻的下。换了窗户隔音好，很安静，但看着那场景，好像能听见狂风呼啸。末世来了。我声音发颤，陆瑞胜从身后抱住我。这一世，咱们会平安度过的。我转身紧紧抱住他。其实我很感谢老天，前世今生都有你。他亲了亲我的头。我也一样。手机上也蹦出好多新闻，都是关于这场暴风雪的。国家建议暴雪停之前别出门，正在研究对策，让大家放心。我在边上看着。半个月后网络就断，那时候秩序就全乱了。两人边说话边在保暖衬衣外加了厚睡衣，才出卧室到沙发上坐下。客厅开着电暖气，没上冻，但也就这样了。北方外墙有保温，各家都有厚衣服、电褥子，还好点。网上南方同胞叫苦连天。我打开微信，每个群消息都是99加，之前都设置了免打扰，现在放开了，消息叮当不断。我的群不多，高中群、大学群，还有个业主群，平时忙着生意没空水群，现在闲下来了，倒是有兴趣一看。大学群天南海北的，有用的信息不多，但能知道全球都在遭灾，南方建筑不抗寒，那边更严重，听说不少人家都死人了，以后极热来了，北方死亡人数会反超，这个我清楚，但不能说，只看着没参与讨论。高中群都是本地的，对全程了解更详细，但和我前世一样，没人想到这场灾难这么严重，囤物资的很少。大家都指望政府，觉得就算出不去也会派送粮食。我记得前世暴风雪结束后，国家确实空投过一次食品，就一次。边看手机边跟陆瑞胜说这些事，我又打开了业主群，热闹得很。陆瑞胜看着晒图那家，这户是不是最先被抢的？我笑了。你洞察力真强，确实，就算不是第一家，也是第一批，所以低调有好处。防盗门再等等啊，别让人觉得咱提前知道什么。现在尽可能缩小存在感。正说着，群里301艾特所有人。水管冻了，停水了，你们有存水吗402回。我家养花多，常年备水，能用2天，估计寒流过去就来水了。901回。我家一直喝矿泉水，有水喝，就是都冻住了。501回。我们这岁数大的都喜欢存点水，不像小年轻的过日子没章程。802艾特901。哥们儿，卖我几瓶呗，我家一点没有，想泡个面都不行。901回。卖什么？邻里邻居的，一会儿上楼拿2瓶。802道了谢。这时候501又发信息，我家孙子小，喝我囤的水怕不干净，901业主也给我2瓶呗。他不会艾特人，就这么说的，但没人接话。刚才还显摆自己明智，现在又跟人家要水，谁理他？901也没接茬，群冷下来了。我对陆瑞胜说501这老太太就是个搅屎棍，还有楼长特喜欢道德绑架，前世没少作妖，这次可得防着。咱们不出声不出头就行。末世最不能当圣母。我从空间拿出豆浆、豆腐脑、2根油条。吃早饭吧。开了电视，边看新闻边吃。新闻还是很积极，说寒流不会持续太久，让大家放心。我叹气，跟前世一样。如果不是你告诉我，我也会觉得灾难很快会过去。刚吃完饭，庄姐打电话来，一接通就是各种关心。挂了电话，我和陆瑞胜对视一眼，他还不知道仓库被我们清空了。现在不过是为以后夺吊坠做铺垫，保持联系是为了掌握他行踪，免得报仇时还得找前世。他们抢了空间，还要杀人，这次我必须看着他们求而不得，死不瞑目。陆瑞胜刚挂，我电话又响了，是发小田真真。我朋友不多，田真真和董明月是老邻居，从小一起长大，前世通讯断了之后就失联了，再没见过。这一世，我想能力范围内帮帮他们，但不能透露重生和末世的事，更不会说空间。末世人性经不起考验，后期多少亲人为一口吃的反目成仇。除了丈夫，我不能完全相信任何人。昨天是你给我闪送的吧？田真真声音挺高兴。昨天我用仅剩的20万给他们点了点物资，这是我唯一能做的，这没法否认。我也想好了说辞。我一个客户在气象局说，这天气可能持续很久，新闻是为了稳定人心，让我多囤点儿，顺便给你带了一份。他对着电话亲了好几口。宝贝，你太好了，我最近天天加班到半夜，根本没时间买东西，一日3餐在单位，要不是你，今天我就要挨饿了。他在自己买的小公寓住，不婚不育，潇洒一生。我笑着叮嘱，你省着点吃。我那客户说的挺吓人，雪可能下很久，万一出不去门，有吃的不慌。还有，千万别烂好人，把食物借给别人。你一个女生住，越不引人注意，越安全。电话里的他了一声，挂了电话。我又给董明月打过去。1小时60分钟得6000克金子。陆瑞胜揉揉我脑袋，
有空间已经很好了。再说末世这么多物资，还怕换不到金子？我想想也对，再过几个月，粮食比金子都贵。3小时01分钟，能干的事不多。进去空间，从庄杰那里拿来的物资都是用箱子包着的。我们开始一个一个的拆，跟开盲盒似的，不停的有惊喜。药品特别全，除了常见药，还有治老年病的、糖尿病的、心脏病的、抗癌的，很多是处方药，甚至还有手术器具、透析机。不少药品用了恒温箱，这方面他比我们有经验，毕竟前世他家有老人孩子，还有很多小孩玩具，这个我们完全没考虑过。接着翻出大量婴儿奶粉，不同时段的都有。我俩对视一眼，他们打算末世生3胎，还是打算卖？这些以后可都是硬通货。开了3小时盲盒，收获不少惊喜。庄杰真舍得花钱，进口水果10几箱，榴莲、山竹，我平时都不舍得买。出空间时，我还拎出个榴莲。外边雪越下越大，天阴的可怕，路灯一直亮着，路上一台车，一个人都没有。中午光明正大做饭，吃的火锅，之前订了300份火锅，不用洗菜，够吃了。吃完饭睡了一觉，被微信群消息吵醒，群里都是互相借食物借水的，挺和谐。我们小区不错，住户素质高，不爱听的略过去，很少争吵。到晚上雪没停，反而更大，胆小的说害怕，胆大的说明天可能就化了，又要996。这晚相拥而眠，没做什么。末世刚来，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，心里反而更沉重。第二天天刚亮就醒了，我没开免打扰，怕错过重要信息，万一蝴蝶效应，有些事情变了呢。微信群信息最多，留着没坏处。拿起手机和陆瑞胜一起看业主群，1楼2家在抱怨自家卫生间堵了，让楼上别用厕所。有人反驳出不去，不在厕所拉，在哪拉？401楼长及时发言，大家都理解一下，咱们是一个楼，一个家，远亲不如近邻，困难是暂时的，可以先用塑料袋。带孙子生活的501业主，现在垃圾都堆门口，扔不出去，上厕所用垃圾袋，万一哪天忽然回暖，门口不成了粪坑？这话倒也没错。群里开始热烈讨论。喝纯净水的，我能忍受寒冷，但不能忍受这么脏。要不轮流扔垃圾，多穿点，扔单元门外最近那个垃圾箱，10米不算远吧？从1楼往上排还是顶楼往下排？101和102齐声，当然从上往下；1101和1102，当然从下往上。那还扔什么？反正都是单元门口，跟直接从楼上扔有什么区别？雪都半米厚了，人出去万一被刮飞或者被砸了，现在可没法去医院。大家沉默了，出去确实可能回不来，跟人命比，别的都不重要。那就各自解决自家垃圾，但别用卫生间了。咱们都是一家人，互相帮助，这天气应该很快过去。群里沉默一会，901打破寂静。不会末世真来了吧？你们小年轻瞎说，我活了60多年，没听说过末世。要是有过末世，也就没咱们了。恐龙灭绝不算。乱七八糟的，别吓唬人。再大的雪，下2天也该停了。今天晚上保证停，别吵了，都吃饭吧。上厕所的事我们早有准备，备了猫砂，至少不会忽然升温，排泄物成粪汤。吃完早饭进空间，陆瑞胜安装货架，我继续翻庄杰的箱子，又找出不少好东西，包括3D 打印的枪支配件。看来庄杰前世在末世混得比我们好，接触的东西更高级。不过现在都是我的了。拆到最后10几个箱子时，我俩惊呆了，庄杰竟然囤了这么多种子，还有孵化蛋，都在恒温箱里。这东西他能囤，就证明空间能保存，末世后能用上，能种植，能养殖，有新生就有未来。下午空间时长满了，不能进去，就开始研究组装枪。暴风雪只下10天之后，国家单位还会上几天班，但那时候已经开始乱了。等停电断网，监控没了，警察联系不上，人就没了约束。这几天黑得越来越早，下午4点就天黑了。晚饭时，业主群抱怨达到顶峰，没水没食物的都开始有怨言。101和102抱怨最多，雪快封到1楼窗台了，还没停的意思，明天窗户就被雪封住了。别紧张，雪不能一直下，就算冬天也没这样下过，备不住晚上就停了。可雪比昨天还大，你们楼层高不害怕，我们1楼怎么办？是啊，要是雪真封到窗户，我能去楼上谁家住吗？都是邻里邻居，真有事谁能不帮忙？我看着摇头，对陆瑞胜说，明天早上1楼窗户就会被雪封死，这些说好听的，没一家会接纳他们。末世真考验人性。晚上洗了澡，洗澡水没倒，放空间里，下水管冻住了，只能这么存着，等能出去再扔。空间里有废水桶，这得感谢庄杰，他把我们没想到的都准备了。洗完澡，屋里开着电暖气，床头灯昏黄，带着些诱惑。忙碌10来天，也该放松一下。手机关机，反正天大的事也出不去，别打扰这好时光。几番云雨，沉沉睡去。第二天醒来，陆瑞胜靠在床头，用平板看武器资料，边看边下载，之前没下全的，这几天都得赶紧收集。见我醒了，他亲了下我额头。醒了，我去做早饭。你看看业主群，跟你说的一样。陆瑞
瑞胜把手机递给我，去做饭了。我坐起来打开群，看着99加的消息，叹了口气。这些人或许有小毛病，但如果不是末世，也不会成大奸大恶之人。可末世会让一切改变。101正在发言。我家窗户被雪封住一半了，如果晚上雪再不停，我们家就等于被埋在雪下了。昨天大家还说互相帮助的，艾特501大姨，你家不就你和小孙子2人吗？我们能去你们家借住几天不？我家孩子胆小，来陌生人会害怕，真的抱歉。谁不知道501的小孙子是个熊孩子，5、6岁，长得挺壮，整天在电梯里捣乱。这时候说害怕，明摆着编瞎话。但这时候谁家也不想收留外人，没被点名的自然装不在。101@401楼长，楼长，你可是咱们楼最有权威的人，总不能不管我们吧？我婆婆半身不遂，用成人纸尿裤，自己一个房间。儿媳妇怀孕了，儿子得多照顾她，小两口不能分开吧？我们2口子住书房，确实没地方，无能为力啊。别人都不说话，1楼也不傻，不可能挨个问，人家不说话就是不想帮。101@201，雪没停的意思，我们家封住了，接下来就是你们家，咱们得一起想办法。我们家再商量，先不聊了。人家直接闪了，101和102没办法，聊天就这么结束。群里陷入安静，连抱怨食物和水的都没了，估计都怕一说话就被问借住。我拿着手机出卧室，陆瑞胜做好三明治，煮好牛奶，吃饭了。洗漱完，面对面坐下，边吃边聊。1楼今天就会搬到楼道住吗？我摇头。我记得过了2、3天，窗户被封，没一点光，不适合人生存，最后搬到了3、4楼吧。那咱们铁门再晚点装，别引人注意。吃完进空间，陆瑞胜把货架组装完，将饭菜摆上去，像超市那样，以后他进来也好找。我意念取东西也顺手。中午，401楼长艾特所有人。咱们楼有医生吗？隔壁单元有人晕倒了。一直潜水的601说话了。我是急诊医生，什么情况？尿毒症，3天透析1次，昨天就该去了，出不去，救护车来不了，只能挺着。这个没办法，3天透析1次的病人很严重，没有透析机和器材，我也没有急救药和器械，去了也没用。咱们这2栋楼就你一个医生，你去了还有希望，不去那人只能等死。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这还能不去？601沉默了，我皱眉，想起什么。老公，前世这个医生出去就没回来，他是医生，咱们虽然有空间，但人难免生病。要是有个医生在，过得也舒服些。陆瑞胜赞同。确实，这种牺牲没必要。我微信加他私聊。不通过就去门口堵。陆瑞胜加对方，我是楼上701，有很重要的事商量。对方很快通过，估计他也正犹豫。陆瑞胜直接微信电话打过去，开免提。你好，你是楼上701吧？我是。长话短说，现在外边太危险，出去被风刮走，完全没有生还可能。隔壁单元的病人，你去了也救不了。为了一个不可能救的人，拿命赌没必要。601叹气。可我是医生，救人是职责。可如果我不去，邻居会怎么说？我们家以后怎么在这生活？说到底，他还是怕邻居的只言碎语。你别管了，我在群里跟他们说。挂了电话，我在群里发消息。我不希望601医生去隔壁单元。都知道外边暴风雪多可怕，出去被卷走，可能就回不来了。咱们楼有医生已经很幸运，谁也不能保证不生病。群里安静了，没一会501发言。我觉得701说的对，既然救不了，没必要冒险。咱们楼有个医生，大家都安心。也是，怎么都没办法的事，去了也是白去。要不601加一下患者微信，指导他们自救。601愿意。好，让患者家属加我微信。群里很快安静了，那些刚才圣母心泛滥的人被我那番话点醒后，又自私地收回了自己的观点，估计也觉得不好意思。我和陆瑞胜对视而笑。这一世从一开始就不一样了。半小时后，601发了信息：我叫冯哲凯，感谢你们帮助，这时候不方便登门道谢，但这情我们记下了。冯医生别客气，我们也是为了自己安心。结束对话后，陆瑞胜摸摸我的头：你真会拿捏人心。
前世3年磨练，对人性太了解了，只是最后还是被庄杰害了。这一世咱们彼此信任，还有庄杰的仇，我必须报。一起报，等秩序失控，就是他们的死期。正说着，庄杰电话打来，陆瑞胜嘟囔一句，真会挑时候，按了免提。陆哥，你和嫂子都好吧？庄杰声音急切。陆哥，这雪没停的意思，我家2楼再下去就住不了了。我冷笑，他知道前世自家被雪埋，故意不提前搬家，就等这个时机来投靠。陆瑞胜淡淡说：“没事，你本地人，那么多亲朋，还能没地方住？”庄杰愣了，前世他一说，陆瑞胜就主动邀请，他结巴道：“陆哥，你是不是又和嫂子吵架了？这大灾大难的，你们快和好吧。”陆瑞胜笑了：“我们很好。”挂了。电话挂断，我裹紧羊绒毯。前世收留他们一家，共享资源，最后还要咱们的命，猪狗不如。陆瑞胜搂住我：“这一世，没人能伤害我们。”他顿了顿，把空间健身器材拿出来，我需要更强大。一起拿出器材，他开始指导我锻炼。窗外暴风雪依旧，天色压抑。傍晚准备吃饭时，业主群又热闹起来。1楼窗户快被雪埋了，但我们没什么可说的。这天灾会慢慢淘汰人，没人能靠别人生存，都得自己找活路。吃完饭看新闻，都是网络直播，主持人翻来覆去就那套。雪灾很快会过去，熬一熬就有希望。具体时间没有，不能怪国家。全球灾难没人能预测，更没人能抗衡。我叹了口气，希望这一世能看见世界恢复正常。第4天早上，暴风雪还在下，1楼完全被雪埋了，但他们还凑合住着，抱着雪快停，一切会恢复的幻想。大多数人还是觉得这事很快会过去，提起末世的，照样被骂危言耸听。只有我知道，此时很多偏远地方已经断电断网，死人不计其数，外界联系不上，只以为下雪网络不好。第5天下午，雪已到2楼窗台下，2楼开始荒了。更糟的是，很多家没饮用水了。901在群里艾特所有人，有人还有多余的水吗？没人回答。当初901可是第一个把水分给别人的人，现在拿过他水的全沉默了。单元门上有空隙，装雪烧开喝吧。我以前自来水都不喝，雪太脏了。我花钱买了500一瓶矿泉水，买的私了我。群里安静了。会有人买吗？我问。陆瑞胜说：“会有吧，还不知道干净水的珍贵。”也是，都不知道以后钱没用了。接下来2天，群里全是抱怨吃喝不便。我们没出声，定时看看消息，知道没大事就行。第8天，1楼2家搬到4楼楼道住。第9天，2楼窗户也被封了，还在坚持。4楼是楼长家，从门缝顺出电线，让他们用电褥子，还算和平。1楼2家7口人挤在4楼取暖。今天很多人开始抱怨没吃的了，1周多，该到这个阶段了。前2天还能交换食物，现在都担心明天饿肚子，蔬菜水果基本没了，几天不吃确实难受。501业主一直装可怜，说孙子小要营养均衡，到处要东西。有些人觉得一老一小可怜，挤出来点给他。我看着这个501就烦，前世他就这样要物资，最后别人挨饿，他还有不少吃的，甚至冻菜都存着。他本来就有储备，还要从别人牙缝里扣。但这是末世，我没想当圣母，不牵扯我就行。可就在傍晚，501忽然在群里发言：下雪前1天，我在停车场看见7楼搬东西，像是米面，好几袋子。他们买那么多，给每户分点，大家不就不挨饿了？这老太太能看见这些不奇怪，她专爱打探隐私，这楼谁住几楼干啥，她基本都知道。只是那天那么冷，谁能想到她还出来折腾。我看向陆瑞胜，得去对门。他明白，如果对门承认囤粮就麻烦了。刚要敲门，陈少南正好开门，直接请我们进去。他家没电暖气，挺冷。我裹紧毯子，没客套。陈老师，我们不想把食物分出去。首先，不确定雪停了能不能恢复正常，什么时候能买到食物。其次，给出去没平均，弄不好被人记恨。最后，有人可能比咱们东西更多。也许你觉得我们自私，但……你说的对，这不是自私，我正要找你们说这些。陈少南松了口气。既然这样，咱们想个办法，别让他们打咱们主意。我和陆瑞胜都意外，他态度这么坚决，难道也是重生的？下意识打量他家，不像堆满物资的样子。再说真囤了东西，不会轻易让外人进来。段淑梅开口：不瞒你们说，我们以前做过烂好人，工作都没了。这事有空再说，先商量怎么处理吧。真没想到事情这么发展，但对我们来说是好事。陆瑞胜说：我家有几袋水泥沙子，一会儿拍照。就说前几天陈老师帮我搬上来的，我要在阳台砌归池。都知道我做装修，说得过去。陈少南点头。行，你们回去拍照，我在群里说。
回家后，我从空间拿出沙子、水泥，在阳台拍了照。陈少南已经在群里发言。下雪前一天，我是帮对门搬了东西，但不是米面，是水泥沙子。他搞装修的，说要在家砌池子养乌龟。得了吧，不就是不想把粮食共享，还养乌龟，骗谁呢？这时候大家必须团结互助。7楼2位，你们要真有粮食，拿出来救救急。等灾难过去，大家会感谢你们的。确实是水泥沙子，一会儿放门口，谁要自己来拿就行。说完又发了一段。我记得之前听501业主跟人聊天，说他囤了2冰箱冻菜和水果，夏天便宜，冬天贵，他每年都这么囤。我觉得他家食物应该很多，不如楼长好好调查一下，到底谁家吃的多，怎么分配才显得公平。群里瞬间沉默后，开始有人单独艾特501、901，艾特501。大娘，前几天你说孙子好几天没吃蔬菜水果，嘴都起泡了，我把家里最后一个橙子给你了，你竟然囤了2冰箱，把我给的还我。801艾特501。大婶，前天你从我这儿拿走的2个苹果，1盒方便面，能不能还？2冰箱，分一分，够咱们楼吃10天半个月了。到时候怎么都能出去买东西了。你放心，等出去我们给你重新冻满。中午401楼长艾特所有人。大姐，要不你先拿出1冰箱，让大家救救急。等灾难过去，我给你申请爱心业主，还有奖金。我没有那么多。701听错了，就是他们家自己有吃的，不想给你们，故意这么说。我冷笑，在群里发言。到底谁有吃的，都是道听途说。要不这样，为公平起见，从1楼开始，每家每户开门搜，保证没人藏私，物资聚到一起平均分，这才叫公平。群里又热闹起来。702陈少南自然支持，601冯医生站在我们这边。我同意701，这方法好。什么时候开始？我开门等着。不行，谁家过日子没点隐私，还能挨家搜？你们又不是警察，丢东西怎么办？可不是，搜家可不行，一堆人进来翻，那不乱套了。这不是为了让资源共享吗？我们家男人有洁癖，我都不反对，只要能给我分吃的，群里彻底乱了。没物资的支持搜家，有囤货的坚决反对。还是各顾各家吧，又不是大锅饭时代，弄不平均再打起来。确实，我考虑不周，没警察不能搜家，要不就犯法了。但我还是主张互相帮助，实在没吃的就私下协调，不求公平，邻里间提倡互助。我看着楼长那自以为领导的气质笑了，对陆瑞胜说：“这回谁家有吃的，谁家没有，有心人都能看出来了。”我们将沙子搬到门口，陈少南听到动静开门。小陆、小顾，没事，过来坐会儿。我们应下过去了。同一层楼，如果能活下去，对门最好能成同盟，不用担心被刺。聊了会儿，我们道别回家。回家后，我们猜测前世他们家应该是找食物时死的，在这没亲戚，只能出去找。到晚上睡觉，业主群没多少人说话，估计交换食物、买卖都是私下进行。晚上从门口摄像头看见有人上楼去看我们放门口的水泥沙子，然后悄悄走了。虽然不是粮食，但都得亲眼看见才死心。第二天，雪已到3楼窗台。第3天，2楼那家搬到了5楼楼道，但没4楼和谐。501老太太收了钱，才给他们扯了电源。不过都不敢做得太绝，都觉得灾难快过去了，别得罪人。下午，董明月打来电话，不等我说话就兴奋道：“盼盼，你真是我的福星，我婆婆就好面子。这2天因为咱家物资多，她在我们这栋楼攒足了面子，虽然给出去了不少。老太太看我的眼神终于慈祥了，这么多年她都没对我笑得这么灿烂。”我眉头紧皱，提前叮嘱过她物资别给人，还是这样，我只能最后提醒一句：听说寒流还要持续很久，就算雪停了，也未必好弄吃的，你省着点儿，别让你婆婆再送人了。她不在意，没事，国家还能不管？我婆婆说，邻里邻居难得有需要的时候，现在给口吃的，人家记一辈子，等国家发粮食了再给人家，人家也不需要了。我沉默片刻，没再劝。那你照顾好自己。盼盼，你别总紧张兮兮的，等天气恢复了，我请客，到时候再说吧。挂了电话，陆瑞胜递来杯热水。你已经尽力了。我喝了一口，又拨给田真真，她很快接起。宝贝，这几天没敢打扰你，你们家陆总好不容易不忙了，不得天天床上运动啊。不过都不敢做得太绝，都觉得灾难快过去了，别得罪人。下午，董明月打来电话，不等我说话就兴奋道：“盼盼，
你真是我的福星，我婆婆就好面子。这2天因为咱家物资多，她在我们这栋楼攒足了面子，虽然给出去了不少。老太太看我的眼神终于慈祥了，这么多年她都没对我笑得这么灿烂。我眉头紧皱，提前叮嘱过他物资别给人，还是这样，我只能最后提醒一句：听说寒流还要持续很久，就算雪停了，也未必好弄吃的，你省着点儿，别让你婆婆再送人了。他不在意，没事，国家还能不管？我婆婆说，邻里邻居难得有需要的时候，现在给口吃的，人家记一辈子，等国家发粮食了再给人家，人家也不需要了。我沉默片刻，没再劝。那你照顾好自己。盼盼，你别总紧张兮兮的，等天气恢复了，我请客，到时候再说吧。挂了电话，陆瑞胜递来杯热水。你已经尽力了。我喝了一口，又拨给田真真，她很快接起。宝贝，这几天没敢打扰你，你们家陆总好不容易不忙了，不得天天床上运动啊。没一会，401楼长艾特全体。业委会讨论接力式除雪，靠大门最近那栋，先挖雪洞到门口，把路清到下一栋单元门口，下一栋再继续往后清。业委会跟物业沟通，免第一批出来的业主半年物业费，最后一栋要做半年志愿者。都清楚，最辛苦的是第一批，最便宜的是最后一栋，根本不用除雪。这个补偿方式大家都能接受。我们是第2排楼，不是最先，也不是最后，随大流就行。1个小时后，401楼长发通知，每户必须出1个人下楼除雪。陆瑞胜换上厚羽绒服，戴好雪镜雪地靴，全副武装出了门。门口遇见陈少南，他也裹得严实，只是羽绒服没我家厚。我在窗前看着，人多力量大。远处出雪车撒着融雪剂，后头人跟着清扫，道路两旁的雪还有10来米高，但至少主干道能走了。1个小时，陆瑞胜才回来，融雪剂不够用，后边楼还得留，全靠人力硬清。我煮好姜汤递给他。傍晚，楼长又艾特所有人，明天市内超市门口定量售货，早点去排队。看完消息，我对陆瑞胜说，明天限购，每人1个随机食物包，要么饼干方便面，要么米面，不是所有人都能买到，也就卖3天。那叫上队门早点去排队，让他们多囤点儿，对咱们也是安全。我点头，虽然我们有空间，但不能完全不出去，不然被别人留意到，能引来不少麻烦。第2天早上，我跟着起来，我们穿好保暖内衣、毛衣、毛裤，再套羽绒服、帽子、围巾、手套，雪镜必须戴，出太阳伤眼睛。最后登上雪地棉，出门。陈少南一家3口都去，他家不喜欢求人，宁可多准备。15、16岁的男孩也该锻炼锻炼。下到6楼，冯哲凯特意等着我们一起下楼。1楼、2楼还在楼道住着，我们轻手轻脚过去，车启动不了。步行10分钟到超市，太冷，没人说话。一开口，围巾帽檐上全是霜。到的时候，2个队伍各排了20多人，我和陆瑞胜1人1边。我记得两边物资不一样，陈少南跟我一排，段淑梅带着陈朗和陆瑞胜一排，冯哲凯在我和陈少南后头。站好后，人陆续来。天亮时排出去200多人，都挺有秩序。听周围人说话，大多是一家派1个代表，都觉得熬几天就该出头了，谁也没想多囤。再想，都开始卖了，还能缺吃的？早来的不过是想早买完早回家，不知道这个决定多可贵。7点半超市开门准备，8点正式开始，1人1份，不能插队。很快轮到我们，买完我们没多停留，赶紧往回走。这天气在外待久了扛不住，排队时还得不停活动，不然冻僵了。到小区门口，遇见不少人刚要去排队，问我们买啥了，人多不多？我们都是简单打2句就往回赶，排了2、3个小时队，急着回家暖和。刚进单元门，就看见501业主堵在门口，见我们回来，他凑过来。都买到啥了？我看着这60多岁、眼里冒金光的老太太，真心烦。之前在群里撕破脸，她现在还能没事人似的来要东西，这种人挺可怕。我不想多费口舌，你去排队就知道了。我们冻一早上，得回家暖暖。他见我不接茬，伸手拉陈朗：“小伙子，你们学生都懂尊老爱幼，让奶奶看看你买了啥。”陈朗捂紧袋子，挣开他的手：“奶奶，我们排了3个小时队，又冷又累。真得回家了。”我赶紧对冯哲凯说：“冯医生，你家人该担心了，快走吧。”冯哲凯加快脚步上楼，501白了我们一眼，继续守在门口。他不想去超市排队，就想等回来的人能要一点是一点。到家脱衣服用了好一会，
脱掉羽绒服，赶紧进卧室。现在白天不供电，用空间储备供暖，得省着点。进了卧室才缓过来，坐床上看群消息，群里没多少人聊买到东西。像我们这么早出去的不多，在路上的手机早动关机了。2小时后，高中群有人说超市今天售罄，好多人白牌，明天得早点。没一会，我们业主群也有没买到的，说去晚了。501没薅到羊毛，正闹心，想起我说他有冰箱动货的事，让他损失不少，记恨着呢。他在群里发言，看来咱们都不如7楼消息灵通，人家一大早就买回来了，也没说告诉大家一声，早点去。我看到后眉头紧皱，带着点怒气的回：我们只是有备无患，再说我们不像你们还有吃的，不着急。你家那2冰箱东西，估计还能吃几个月吧。我不着急收拾他，等他物资暴露了，等外边一乱，他家就是第一个被抢的。他想瓜分我的，那他的也别想保住。群里话题又转到501那，都问他还有多少吃的，我全身而退看戏。这种人真不知是精是傻，那么多物资，偷着苟着不好吗？非嘚瑟出去。我也笑，人心不足蛇吞象，不用咱收拾，等着被抢吧。陆瑞胜看向我，明天还去吗？我摇头，除非今天半夜就去排队，不然去不去没啥用。那我明天还是跟他们再去一趟，别好像咱啥都知道。去了没买到，才能让别人心里平衡。我点头，说得对，那还是去一趟。陆瑞胜又跟陈少南和冯哲凯联系，约好明天再去。中午拿出锅羊汤，2人喝了，暖乎乎的，没敢吃火锅，怕味道太大惹人怀疑。刚吃完饭，庄杰又来电话，陆瑞胜按免提放桌上，电话一通，庄杰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。陆哥，你真得救救兄弟，我们家窗户被雪封住了，老老小小住不了，我丈母娘疼小舅子，我们过不去他那，只能投奔你了。陆瑞胜直接拒，我们家也不方便，想别的办法吧。庄杰握紧电话，陆哥，咱可是兄弟，我真走投无路了，唯一能投奔的就是你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吧？这天气也不能一直持续，过几天就回暖了，别瞎折腾。陆瑞胜装不知情，庄杰那边沉默了一会，他语气变得更加轻松了。陆哥，那要是过几天还这样，我真得去投奔你。往我这搬太折腾，赶紧在你们小区租套楼层高的，租好告诉我位置，我和你嫂子去看你们。庄杰思考了一番，好，我先租房子，到时候你们一定要来看我。我想仓库他现在应该不担心，郊区雪没清，根本没人能过去。他答应的那么爽快，大概是觉得现在不能来我家，那趁断网前得赶紧租房子，等断网断电，骗他们过来，迷晕了夺吊坠，然后杀了。反正断网后一切都乱，正好除后患。而我们现在就要他家的具体位置，免得报仇时找不到人，没了通讯找人太费劲。其实想过让庄杰夫妇多活一阵，受尽折磨再死，但权衡利弊。留着他们总是隐患，万一他们说出空间的事呢？所以决定秩序一乱就先杀，这样更安全。说完这事，我从空间拿出2杯咖啡，边喝边聊别的。睡前401楼长艾特所有人，明天开始限电，晚上10点到早上4点供电，其余时间不供电。这条信息在我意料之中，熄灭手机便沉沉睡去了。第二天早上4点就出去了，但半个多小时就回来，队伍已经排到去超市的半路了。没必要再排，我们昨天都买到了，不用那么拼。今天群里炸了，都在说买不到物资，问楼长怎么办。大家的心情我能理解，我也没买到，只能自己想办法。问问亲戚朋友有没有储备，只有互相帮助，才能熬过灾难，取得最后的胜利。我看着这些空话，摇头。这时候可不是前几天了，谁也不会把食物轻易给人。陆瑞胜说：确实，连夜在零下60度外边排队，是用命换的，已经不是钱的事儿了。正说着，楼道里有很大争吵声，不是我们楼层，不管自家事，不用搭理。现在能有矛盾的，无非就是买食物的事。我趴在门后听，突然声音戛然而止，随即传来敲门声。陆瑞胜谨慎地到猫眼看，回头小声说：一个女的，不认识。我让陆瑞胜起来，自己站在猫眼处看，外边是个包裹严实、穿得很厚的女孩，看得出是女孩，是因为她戴着水粉色帽子。你来做什么？她声音柔弱，带着几分不好意思，小声说：姐姐，我想跟你借点卫生巾。我十分警觉，看着对方问：你怎么知道我们家有这个？女孩没想到我会这么问，有点紧张。我住9楼，从9楼往下挨家问的，前几家都没有。这回答还算满意。我也不多，匀你2片吧。你等一下。进屋拿了卫生巾，开门递给他，没想到他见门开了，整个人要往屋里挤。姐姐，你们家还有吃的吗？能不能也给我一些？
我今天就要断粮了。我把他推出去，自己也跟着出去。做人别得寸进尺，我不是好说话，是觉得都是女人，理解你的尴尬，但你要想占便宜，找错人了。说完，把卫生巾放他手里，答应了就得给，但这人以后要远离。关上门，陆瑞胜说：“等断电就把铁门装上吧，以后不知道谁来敲门，烦人。”行，断了电就装。听见女孩又敲对门，段淑梅直接说没有，之后就是下楼的声音。9楼应该是902的住户，群里从没发过言，越是这样越要提高警惕。第二天上午10点多，群里炸了，超市停售，供电缩短到3小时。早上901下来敲门买食物，小伙子20出头，挺礼貌的。哥哥姐姐，有多余食物卖我些吗？钱好商量。我们也只够自己吃，没有多余的。他有些失望，到了谢区敲对门。下午董明月打来电话，他语气很急：“盼盼，你可得帮帮我，我们家没吃的了。你之前给我那么多，自己一定也囤了不少吧？能再给我一些吗？”我皱紧眉头：“我的也不够了，你自己想办法吧。”他更急了：“盼盼，我真的很需要。你知道我婆婆因为这个对我改观的，要是我能弄到吃的，她一定对我更另眼相看。”我火气上来了：“董明月，你是不是傻？现在什么时候？都要饿死人了，你还在意这些？马上断电断网了，你先想想怎么活着吧。如果真漠视了，保护好自己，别轻易相信别人。”他完全不信。盼盼，你怎么也信那些谣言？还漠视？什么年代了？你不相信科学？寒流过去就恢复正常了。我在这家的地位最重要。我真不知道说你什么，你也说什么年代了？怎么还那么老思想？怎么怀不上孩子就十恶不赦了？别忘了，婚房是你爸妈拿的钱，那是你家，你本来地位就是最高的。如果真漠视了，你能依靠谁？说完直接挂断，这个朋友真的很难救了。忽然楼道里传来打架声，声音很大，我们得出去看看，要清楚这栋楼里人的能力，知道更小心防着谁。出来时对门也出来了，楼上也下来几个人。801上来了，人高马壮，爱说话。2楼2家跟501买吃的，501不卖，撕巴起来了。501大姨真厉害，把人家脸挠了，结果自己倒地不起，说心口疼。1楼报警了，警力协调不过来，让楼长帮着协调。大冷天的，没必要去看。901叹气：“501那老太太，之前微信讲的好好的，1万买她一袋馒头，到他们家直接涨到1万2，我也懒得吵，就买了。”801冷哼：“501真没良心，之前谁没帮过他？结果他们家那么多吃的，一点不借，买还狮子大开口，以后离他们家远点。”我和陆瑞胜没说话，和平年代这些想法正常，可漠视了，不适用了。临分开，901又跟陆瑞胜说了句：“哥，你要是有弄吃的路子，叫我一声，谢谢了。”陆瑞胜点了头，等乱了，知道哪有物资告诉他一声，他能不能弄到是他的本事，说一声没什么损失。接下来的2天，大家把楼前的雪推开些，1、2楼都回家住了。他们可能觉得寒流早晚会过去，没必要为了个把月租房子。供电时间逐渐缩短，食物短缺已经影响大多数人的生活，各部门电话都打不通。正当恐慌时，401楼长发通知，一会国家给每个小区空投物资，每户派1个人跟他去领。消息像久旱逢甘霖，楼道里热闹起来，每家都派了人跟着楼长在单元门口等。没一会，直升飞机声响，大家欢呼着，满怀期待。飞机离开后，楼长带着大家去物资处，还有秩序在，没人哄抢，打开箱子，按照每户人数分配。我们楼实住21户，分好后抬到单元门口，1家1份发下去，每家5瓶矿泉水、5包压缩饼干、5罐午餐、肉罐头。看见这些，有人失望。402男人说：“这也太少，我们家5口人，顶多3天。”301的说：“老太太70岁，天天吃这个，怎么受得了？”802业主怨气说：“楼长，你别说这些忽悠我们，你要真为我们好，让501把他家冰箱里的冻菜、冻水果匀点儿。我们这几天吃的，说难听的都拉不出屎了。”不等楼长说话，501老太太赶紧说：“我们家也没有了，前几天都卖了，别总惦记。”说完拿物资就上楼了，大家也没兴致了，这么冷都领东西回家。晚上一直没有电，很多家冷得不行，开始在屋里点火，用铁盆烧水，没经验，满屋子烟，都跑到楼道去，也没烧出水。这一夜小区很黑，但声音不断，孩子闹，老人哭，夫妻吵，看不见却感受到悲惨。第二天早上群里说话的人少了，很多手机没电了，有的用移动电源还能冒个泡，问问怎么办？冰天雪地能怎么办？大多数还是期待国家救援，期待冰雪融化。
中午，陆瑞胜接到庄杰电话，庄杰说：“陆哥，我们租到房子了，就在这个小区，5栋3单元704。我收拾好了，想去看看你和嫂子，你们在家吧？”我们早商量好对策。陆瑞胜说：“你先别来，我朋友弄到一批物资，等我拿到，我和你嫂子给你们送去。你们家老小别出来了。”还要等几天再去处理庄杰，这2天有重要事做。庄杰开心。行，陆哥，我就等着你们来。陆瑞胜说：“好，我没移动电源了，别打电话，有时发信息，省点电。只要知道对方动向就行，不想扯皮。”庄杰应下，说反正他在家，联系不上直接去就行。挂了电话，下午有人把601冯哲凯家门敲得梆梆响，隔着门都能听见楼长大嗓门：“冯大夫，快开门！我婆婆一直抽搐，麻烦你快去看看。”冯哲凯开门，边说话边下楼。半小时后，楼道里传来撕心裂肺的哭声。我记得前世401楼长的婆婆，大概就是这时候过世的瘫痪的老人。末世早点走，未尝不是幸福。前世第一个死的是冯哲凯，整个楼陷入恐慌较早。这一世我们救了他，现在才有人去世，还是老人，大家相对好接受。小区之前有人去世，焚烧地点定在路边空地，流程都熟了，傍晚人就烧了。活着的人都难，一个老人病逝没引起多大关注，现在都在讨论怎么取暖，有经验的分享用炭火盆烧水，怎么不起烟不中毒。晚上站在窗前挺吓人，家家烧火，火光映在窗户上，多少有点灵异。我们也点了炭火在客厅，没敢烤串，太香惹事，就烤点馒头。空间里有热烤串，拿出来吃，不耽误。隔天一早，楼道里传来撕心裂肺的哭声，比昨天楼长婆婆去世惨多了。我和陆瑞胜开门看，对门也出来了，只听501老太太悲痛欲绝：“哪个爱签到的，偷了我的吃的，一点没给我剩，我这可怎么活？”孩子也哭：“我饿，我要吃肉，我要吃葡萄蓝莓。”501又哭嚎声不断，11楼也传出叫骂：“这时候偷吃的，哪个绝户干的？让我找到一刀捅了你！我一家老小，这点吃的你也偷，不怕噎死！”11楼最开始炫耀过有吃的，估计被盯上了。天冷，一家人挤一个房间睡，进来人也不容易发现。最先被偷的是这2家，不奇怪。前天空投的能维持几天，但没有果蔬，这2家有，小偷应该是奔着这个来的。我知道咋回事了，看向陆瑞胜：“铁门该装了。”他点头。我们看向陈少南夫妇，陆瑞胜说：“陈老师，暴风雪前我要把工地铁门送回工厂，有事耽搁放家里了，现在偷盗多。我想在房门口加个铁门，你要是没意见，我想在楼梯入口也装一个，有剩余，这样更安全。”2家一起装，显得有同盟，别人也不敢轻举妄动。装楼梯入口，有动静反应时间更足，再加自己家门里外各一个，楼梯原门多加几道锁，安全翻3倍。陈少南连声说好。太好了，这时候能多一层防备，求之不得。我用家里东西研究个太阳能电网放门上，更多保护。我赶紧说：“那感情好。我们家陆瑞胜干装修，什么工具都有，缺什么吱声。”陈少南说：“好，那就装吧。说实话，我也担心这门还是开发商交房时的锁，没换过。”陆瑞胜说：“行，等我进屋拿。”回屋进空间，拿出合适的铁栅栏门和工具箱抬出去，用铁栅栏门能看清外边，利于防守。陈少南过来帮忙，2人把铁门搬到楼梯口。先把原门加了几道锁，又装上新的电钻充电的，没电也能用。没安好，楼上楼下就不少人来看。我大大方方说，家里搞装修，正好有这东西。现在出现盗窃，警力有限，只能自己保护自己。之后，我给了对门2捆逃生绳，3个防毒面具。教会怎么用，现在屋里点火的多，楼道堆东西，着火从窗户走更安全。这几天我们也组装了几把枪，射程威力差点，但够用，还做了弩箭。我在研究锈弩。傍晚，外边铁门被敲响，我们和对门都出来，2个男人过去开门，是401楼长，裹得严实，但那气势一眼就认出。他看着铁门说：“你们这铁门质量挺好，不过我觉得安在这不合适，应该安在单元门那，能保证整栋楼安全。你们啥时候有空，挪单元门那儿去？”我在后面冷笑了一声，这命令的语气真是把楼长这身份当成大官了，随意能命令我们了。陆瑞胜简单明了拒绝：“这是我们的私人物品，想安呐，是我们的自由。我们不能保证整个楼都是可靠的人，所以要先保证自己的安全。”虽然看不见脸，但我已经能感觉到楼长的愤怒了。不过跟我没关系，我很欣赏丈夫的脾气性格。楼长沉默了许久，又开口说道：“咱们这个楼都是邻居，我都做过人口调查，都是正经人，你们有防备，对，但也要相信好人多。”我看不下去了，走上前说：“楼长，
门的事不用说了，我们不会动。你还有别的事儿吗？这么冷，没有我们就进去了。楼长来不是为了门，只是看见了就想到这些。这事没成，他虽然生气，但也没忘正事。一会儿下楼开会，一家至少派一个人去。说完，往楼上继续通知。段淑梅问我，一会儿你去不？我点点头。我也去听听。两家回屋又装备好，一起下楼。单元门里比较宽敞，到了不少人。601的冯哲凯自然地站到我们这边。很快，楼长通知完下来了，他拍了几下免手闷。今天召集大家商量怎么渡过难关。咱们小区出现多家被盗，应该是团伙作案。他继续说道：“现在警力不够，得靠自己。我合计把楼里男人编班值岗，半夜起来巡逻，一起守护家园。”前世我们也参加了这个行动，可没几天选了陆瑞胜做队长后，就有人依赖，有人请假，空缺都是陆瑞胜去顶。这次绝不会让自家当冤大头。501老太太特别支持。我觉得楼长这个建议特别好，我支持。901业主看了他一眼，大姨，你们家没男人，不用出人出力，你可不是支持呢。我一直觉得901看得清楚，也敢说。楼长拍拍手，咱们从1楼表态确定吧。1楼2户低声商量，表示支持；2楼2户跟着也说支持，一层一层都同意。我们自然也不会搞特立独行，还要在这儿住大半年。轮到我们这层表态时，我先开口：我们家男人是退伍军人，伤退的，以前为国受的伤，不能太劳累。你们怎么排班我们随着，但别给我们额外工作量。陆瑞胜跟着附和：我确实不能太过劳累，还请大家见谅。楼长不能道德绑架了，但他还惦记着铁门。排班时我尽量减少你们家时间。不过这时候我还得说一句，你家那个铁门真的更适合安在单元门口。咱们现在互帮互助，你理解大家，是不是也得为楼多考虑一下？他这么一说，楼里不少人又议论起来。陆瑞胜从未想过退让，能进楼里的可不仅仅是单元门，2楼、3楼的楼梯窗户，哪个都能进来人。楼长刚要说话，我先开了口，并且这门就2把钥匙，倒是给谁管理？如果有人半夜有急事，难道去敲保管钥匙家的门？楼长说：你们说的都能想办法解决。2楼、3楼的楼道窗户可以用木板和铁栏杆封死，钥匙放在门里边，保证外边拿不到，里边能自由开关不就行了？说完还觉得自己很聪明，我笑了，清了清嗓子说：首先，用木板封窗户根本封不住，铁栏杆你有吗？其次，你怎么能确保楼里的人都是信得过的？被盗2家物资充足的事，为什么盗贼知道？咱们的群只有楼里人，难道你不觉得奇怪？或许只是有人不经意跟人闲聊说出去的，但也可能是有人跟外边有勾结。所以我不能把自己的安全放在这种不安因素上。门我们是不会挪的。人群开始议论起来，确实，怎么小偷目的这么明确？如果是有人嘴碎还好，但如果是楼里有人跟外边勾结呢？楼长心里也咯噔一下。自己能指挥这个楼，最大的好处就是想保证自家安全，但如果有人与外勾结，自家安全都不能保证了。陆瑞胜适时开口：所以如果自己心里没鬼的，一定要注意安全，保护好自己家。没有铁门，没有另外锁头的，睡觉前可以把房门用桌椅堵一下，就算有小偷撬开门，也很难进去。就算进去也会有声音，但是一定要注意消防，规划好，如果着火怎么能第一时间出去？毕竟现在烧火取暖的多。这一席话让所有人都好像找到了主心骨，都觉得陆瑞胜说的对，大家开始咨询防盗办法。至于铁门按在哪都不在意了，楼长也不再纠结铁门，但夜间巡逻还得搞，每家出1个人，没男人的家庭得另算断网了，手机也没电，微信群彻底没用，让每户写情况放他家门口，他排好班，明天贴1楼。定下来就都回家了，太冷，回去路上都在说被盗的事，还有什么时候空投，之前发的都吃完了，又要断粮，我们没参与讨论。到家后不用担心被人看见屋里情况了，装了这么多铁门，除了对门，别人到不了我们门前，对门懂分寸，不会往里看。我从空间拿出家用发电机放书房，放了几组电暖气，屋里温度很快上来，终于不用在家穿羽绒服了，穿着珊瑚绒睡衣就行，坐下唠嗑。我跟陆瑞胜解释为什么今天说他伤退，把前世被当冤大头的事说了一遍，他明白了，这一世只做该做的。这段时间我们保持体能训练，末世有保命本事最重要。第2天吃过早饭，一起下去看排班，之后打算在小区里走走。按我记忆，就这1-2天该乱了，我们要收集有用信息，确定准确时间，早些去扫商场，最想要金子，延长空间时间。刚出单元门没走多远，
听见前栋楼有哭喊声，赶紧过去，门口围了不少人。我找个年纪大点的女人问：“大姐，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吗？”她正八卦呢，赶紧讲起来。姑娘，你不知道，太残忍了，一家就剩下个孩子，别的都被杀了。入室抢劫，拿着刀进去的，要不是孩子躲柜子里，也死了。一早，孩子跑出来求救，大家才知道。要是没活的，这天冻着不出位，都不知道啥时候能被发现。我要的是时间点和警力情况，又问啥时候的事？警察怎么还没来？昨天下半夜的事，孩子天亮才敢出来。楼长去警察局了，应该快回来。关键信息有了，警察局打不通。我记得前世听说这事应该是下午，第二天中午才听说各大商场被抢，没人管了之后，大家去抢，已经晚了，好东西没了，之后就彻底乱了，秩序崩溃，真正的末世开始。很快这栋楼长小跑着回来，差点摔了，站稳赶紧说：“警察局一个人都没有，杀人了没人管，这可咋整？”得到想要的答案，我赶紧说：“回家。”陆瑞胜看出我着急，加快脚步跟我走到家，关上门。我说：“打电话给所有相关部门打，确定是不是都没人接？如果是，就可以去商场，人员够了。”我们一直等这个时候，之前警察还出警，小事不管，但抢劫杀人他们管，现在时机到了。他打了一圈，所有部门都没人接，我们换上更抗寒的装备出门，到没人地方，我从空间拿出雪地摩托，陆瑞胜带着我直奔最近的商场，从之前看好的侧门挖雪洞进去，撬开门进了商场。目标明确，1楼金店。刚到金店，就看见一高一矮两个人在一个柜台疯狂往袋子里装金子。听见声音，高个子头都没回，就兴奋说：“大哥，太他妈爽了！哪想到有金子随便拿的一天。”陆瑞胜开口：“我不是你大哥，不想发生冲突，希望互不干涉。”高个子停下手，看向我们：“就凭你们两人，还想跟我抢物资？老子还没杀过人，不想开荤，识相的赶紧滚！”我拿出枪对着他们：“我杀过人，你要试试吗？”高个子吓得手里金链子掉在脚背上，砸得一蹦跶。矮个子听出我是女的，防备减轻不少。臭娘们，别以为拿个假枪就能吓唬人，老子是吓大的。既然不想走，那就让你们做一对死鸳鸯。顾盼听完笑了，抬起枪对着矮个子身边的木架子就是一枪，木板砰的一声4分5裂。本想着这么多物资，我们两个也吃不下，各拿各的。现在你是给脸不要脸了？矮个子吓得抱头蹲下。真枪！这时从地下超市跑上来3个男人，都裹得严实，带头的魁梧跑过来喊：“误会，咱们斗得两败俱伤，便宜后来人。”我这2个兄弟冲动，我代他们道歉，各搜各的，不冲突。顾盼说：“你是聪明人，井水不犯河水。这些东西也不是一个人的，各凭本事。”说完，拉着陆瑞胜进边上没人的金店，开始迅速收金子。那2人也继续装，但下意识跟我们保持距离。我们的目标就是金子，把登山包摘下来，顺着柜台往里装，看似装包里，其实都进了空间。他们有推车，我们有带登山包。很快，1楼5家金店被瓜分完。我们搜刮3家，他们拿了2家，忌惮我们的枪，没敢争，拖着登山包下到地下超市，对方也在，已经装了10来个购物车，见什么拿什么。我们也推车开始装，超市被抢购过，又排队卖了3天，老板也拉走过物资，米面油肉基本没了，方便面饼干也没了，剩下小食品和冻住的蔬果，冰箱里速冻饺子没了，雪糕冰淇淋倒是满的，不管什么都往车里放，顺手也往空间里塞。现在的空间我运用自如，很快装了10几个购物车，再多拿当着他们的面运不走，也不能暴露空间。这个商场拿的差不多了，还得找下一个地方弄金子，把购物车用绳子拴一起，拉上2楼，从进来的门拖出去。陆瑞胜在出口看着东西，我走远点，到没人地方把雪地摩托从空间拿出来，骑回来。摩托后边挂了个大雪橇，绑着几个大箱子，为了掩人耳目，刚才那些人肯定会偷跟出来看。把东西装进箱子，陆瑞胜包里的金子，我放的时候就直接进空间了，装好。陆瑞胜骑着摩托带我，拉着货离开。陆瑞胜把摩托骑到没人的地方停下，我把整个雪橇收入空间，回家再整理，然后拉着陆瑞胜进空间看规则牌，时间变成7小时22分钟。跟我们想的差不多，一般金店存货在10到50斤之间，大多20斤以下。空间100克黄金1分钟，6000克12斤才1小时。我们搜刮3家，拿了50多斤，增加4小时21分钟。看着时间，我亲了陆瑞胜一口。老公，7个多小时了，继续下一个。陆瑞胜隔着帽子摸摸我的头，笑了。下一站
出来骑上摩托去商业街，那边有几个金店门面，金子应该不少，可惜到的时候已经被抢过了，门窗砸烂，里边乱七八糟，地上柜台边有些掉落，蚂蚱也是肉，减了半小时，空间延长5分钟，现在7小时27分钟，中午进空间吃个午饭，继续下一个商场。这个还没人来过，有6家金店迅速开庄，6家店增加8小时10分钟，加上之前的一共15小时37分钟，离24小时还差8小时23分钟。第一天时机最好，再找一个这样的地方就能凑满了，但下一个地点不确定安不安全，被没被搜刮。既然在这，也不能放过物资，物资以后也能换金子。去超市，进口食品超市，平时贵，上次也没售卖，本以为东西多，进去却意外。粮食和饼干类都很有秩序的被拿走了。陆瑞胜从地上捡起一枚徽章，是军队拿走的。那咱们也捡捡漏吧，至少还有小食品。也是，以后只要能吃的都能换黄金，拿了不亏。回家后，我们吃川菜，白天出去冷，晚上吃点辣发汗。他换衣服洗手，两人边看电视边吃饭。我们吃完饭进了空间，开始收拾今天拿回来的东西。现在空间还剩1/6的地方，还能装不少。第二天一早吃完饭，穿戴好要出去。这几天是收集物资最好的时候。刚出单元门，就看见小跑着过来2个人，冲我们喊：“陆哥，嫂子！”这声音太熟悉了，庄杰和他媳妇戴兰，这还是我重生后第一次见到戴兰。当然，现在穿戴也看不出什么，都裹得严实。对方也是凭着身形动作认出我们，毕竟陆瑞胜186身高，当过兵很有辨识度。我心里起了杀意，杀人没人管了，不犯法了。对方2个人一起来的，这是送上门。他们来不就是为了空间吊坠，夺了东西也会下杀手，都是重生的，谁没杀过人？既然不是你死，就是我活，那自然先下手为强。本想过几天再找他们，既然自己来了，就顺带手解决吧。我上前说：“你们来的正好，我和陆瑞胜还想去你们那儿呢。”庄姐挺高兴，那上楼说吧，外边冷。他们夫妻有备而来，带着家伙事，但需要密闭空间，没人地方下毒。最关键的是，他们打不过陆瑞胜，只能用下作手段。陆瑞胜小声说：“别上楼了，我们昨天搞到很多吃的，在外面藏着，你带回去一半给家里人吃。”他的回答我很满意，我喜欢丈夫这点，两人不用商量就有默契。庄姐想去我们家，但现在好像找不到理由非去不可。戴兰说：“陆哥和嫂子这么想着咱们，真是咱们的幸运。那咱们就别客气了。”陆瑞胜带着他们往外走，我们对周围太熟了，直接带到小区外不远一个饭店。这2天被人翻过，门窗坏的差不多，门开着，楼上也好逃跑。毕竟也担心庄杰夫妇有下作手段，选这里哪个窗户都能跑出去，不会让自己陷入危难。进去时，庄杰不解：“陆哥，这地方来过不少人吧？你们怎么把东西藏在这儿？”陆瑞胜说：“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。”好像也没什么问题。走到里边隐蔽处，我再能观察2人的角度，跟着，防止跑了。今天要的是他们2条命，不是1条。停下脚步，我没等他们有动作，手里忽然多了把锤子，对着戴兰的头敲下去。用枪声音大，用刀穿的太多，未必一招制敌，还是一锤子安全。就算不死，也绝对晕过去，一会补刀就行。庄杰回头正好看见我这操作，吓得转身就跑。陆瑞胜一招把他双手背到身后，从兜里拿绳子捆上。庄杰死都不能承认：“哥，陆哥。”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你们要干什么？我笑了。干什么？你真不知道？你重生回来第一时间就找我借吊坠，你不知道？听到重生2个字，庄杰身上发抖了。他意识到重生的不止他一个，这就能解释为什么这一世跟前世都不一样了。他慌了。嫂子，对不起，之前是我错，但我也是害怕。我担心你恨我，担心你抢回空间，我真是不得已的。听着这些毫无道理的话，我笑了。你抢了我祖传空间，用我的资源过好日子，还不给我们留活路，你还成受害者了。不是，我也后悔了。要不咱们都重生了，这就是给我弥补的机会。庄杰强词夺理。陆瑞胜说：“你确实弥补了，你的仓库我们都收了，暴风雪前收的一点没浪费，比我们准备的充足，我很满意。”庄杰呼吸急促：“你们把仓库都拿走了，你们得到空间了。”我笑了。早就得到了，我就是算计着让你储备物资，为我所用。说起来还得感谢你，前世杀我们之前把这个秘密说了，要不然我可能也不知道。庄杰整个人的精气神都没了，没有空间，一切都没了。他的重生或许真的是为了给人家筹物资，偿还前世欠的债。他说：“你们今天设计我们来这儿，就是为了杀我们。”陆瑞胜点头。今天你们去我们家，不也是为了杀我们？庄杰不能否认，他想狡辩，张开嘴却不知道该说什么。这时候戴兰醒了，她睁开眼，第一句就是：“求你们放过我们这一次吧。”
声音很微弱。我看着戴兰，那前世你们怎么没有放过我们一次呢？她眼睛越来越睁不开，但还是强撑着。我错了，但是我的孩子什么都不懂。我的父母年纪大了，没有我，他们也活不下去的。法律上也没有因为杀人犯有父母儿女就不判死刑的吧？你们的错就要你们承担。他们怎么样是他们的造化，前世他们也享受了不该享的福。戴兰伸手要来抓我的腿，我真的错了，求你，求你！我把他手踢开。你们这种鳄鱼的眼泪，你觉得我会相信？我今天放了你们，你们明天就能雇人杀我们？我太了解你们的本性了，好好上路吧。说完，一刀捅在他脖子上，因为有围巾，血没喷出来。戴兰瞪着眼睛，不甘的死了。庄杰身下一片黄色的尿渍，穿得多，尿没流出来，很快冻在腿上。他感觉腿完全不能动，一动就像生生撕下一层肉，疼得叫出声。我看过去，我真没想到，你对妻子倒是爱得深。他死了，你这么痛苦，那就陪他去吧。陆瑞胜鼻子微动，皱起眉头，手起刀落，把庄杰也解决了。本来让他在这冻着也活不久，但前世仇要一起报，一人一个，才算一起步入末世这个地狱。之后不用收拾，直接把两人拖到雪里，免得晚上有人进来找食物被吓死。我们只杀该死之人，不想连累无辜，以后找时间烧了就行，免得天暖了成病菌源头。弄好之后进空间换手套，用消毒液喷全身，干了之后出来，骑上雪地摩托继续搜物资。路上我想起戴兰死时庄杰那么痛苦，有点意外，对陆瑞胜说：我真没想到庄杰对他媳妇那么好。戴兰死的时候，庄杰的痛苦不是装出来的。陆瑞胜本来不想说这个，但我提了，他不得不说。庄杰的痛苦不是因为戴兰的死。我懵了。那是为什么？他挠挠头。庄杰吓尿了，气温太低，尿液很快冻住，冻伤了他的腿，皮肉和衣服粘在一起，他一动就等于撕肉，能不痛苦吗？我先惊讶，后恍然大悟，笑了。我高估庄杰了。太冷不说了，继续搜物资。今天两人心情大好，隐患彻底解决，搜物资收获也好，竟在一个地下赌场找到些武器，真没想到。到家后吃了顿大餐，庆祝解决后患。3天后，出来找物资的人越来越多。黄金时间过去了，我们想要的基本都拿到了，不用单独出来，跟陈少南他们结伴就行，这样也不会让人怀疑。一早敲了对门说今天一起去找物资，陈少南很高兴，马上好，今天把陈朗也带上，末世了总得让他见世面。这时901下来了，说昨天跟陈老师、冯医生在外边遇见了，约了一起。之前我想着抢物资，多几个人一起更安全，就告诉了陈老师和冯医生，知道我们也去，他特别高兴。很快我们约着出发了，边走我知道901小伙叫程阳，家里做地产的，但他叛逆，非要自己出来闯荡，不想靠家里，现在想回也回不去。好在还有个姐姐，她也放心点父母。我之前就知道901有钱，现在才知道这么有钱，住这是少爷出来体验平民生活，结果真成了平民。走到小区门口，一个女人拦住我们，那娇弱的声音一开口，我就知道是谁，902，跟我借过卫生巾那个。此时她声音更是柔弱可怜。你们去找物资带上我吧，我一个女孩自己出去害怕。我们这边只有我一个女人，我上前说，我们的队伍都是自己人，外人我们不相信，你找别人结盟吧。902嘤用手抹眼睛。可是别人都不带我，你们就可怜可怜我吧，我就跟着捡个漏就行。程阳很惊讶地看着他。不是，你哭了，这么冷，哭了眼泪会把眼睛冻住吗？我忽然发现程阳有点逗逼潜质，之前没多接触，这2次接触发现这小伙子内心挺欢乐。我笑着说，不冻住也会冻伤脸，所以他不会哭的，就是装给心软的人或者男人看，女人不吃这套。程阳意味深长地哦了一声。姐姐，你是高手。陆瑞胜笑着，别浪费时间了，赶紧走吧。大家绕过他就上路了。902看着我们，眼睛里尽是狠毒。出来后，我好奇问程阳，程阳，你和902挨着，他就一个人住吗？他点头。他是个小三，我看见不少次那个金主男人来他这儿，在门口给老婆打电话说开会，结果跟他私会，因为隔壁住着小三，我正准备卖房子，嫌跟他对门恶心，结果出了这事儿，还不得不做邻居了。我明白了，怪不得程阳跟他邻居，却不正眼瞧他。没想到你年纪轻轻，正义感倒挺强。我笑着说。那边陈少南对陈朗说，现在这世道不太平了，千万别轻易相信人，特别是柔弱的女人，柔弱的
能在这个环境下生存下来，那一定有他的本事。我不得不佩服陈少南的思维，果然是受过伤害的人，脑子真清醒。因为之前和陆瑞胜搜过全市，知道哪有物资，带他们去的地方都不错。今天收获挺好。临回小区前，我叫住大家，找个没人的偏僻地方。咱们是不是需要一个自己的基地？狡兔三窟，不能把所有放家里，这时候得留后路。都赞成。陈少南说：“小顾说的对，万一有点意外，不能没退路。现在抢东西都抢红眼了。”冯哲凯说：“应该。我们两口子没什么依靠，得自己找退路。”程阳直接说：“哼，我听哥哥姐姐的。”陆瑞胜看着3条街外肿瘤医院的停尸房，那个停尸房不错，没人敢去那住宿找物资，没窗户，还有门，把门锁好就安全。我一向认同他的想法，那去看看。陆瑞胜算了下距离，我和程阳先去探探，脚程快，你们先带东西回小区等消息。我和陈少南、冯哲凯他们先回家，刚进单元门就被501祖孙俩堵住了，两人跪在地上，哭的那叫一个悲惨。老太太带着唱腔哭：“求求你们，帮帮我们这一老一小吧！一天没吃东西了，要饿死了！你们年轻人有本事能弄到吃的，不用多，给我们一口，别饿死就行。”漠视了，口粮就是命，自然不会给人。现在街上为口粮杀人的都有，圣母急剧减少，估计跪一天也得不到什么。我说：“我们也没找到多少，没有多余的。”没想到对方忽然上前一步，抱着我的胳膊：“往后我就跟着你了，求求你给我一口吃的吧！”我满头黑线，拉开他：“妈可不能乱认，我还没生过孩子，可没儿子。”那孩子看我另一只手拎的袋子，像猴子一样抱住就扯，不管里边有什么，抢一份再说。陈少南手疾眼快，一把薅住孩子帽子往后拽，但那孩子手更快，开始撕扯我手里的袋子。陈少南怎么拖也拖不开，不好对孩子动手，急得不行。我见那孩子不松手，直接从腰间拔出匕首对着他：“再不松开，我剁了你的手！”孩子吓得哭都忘了，松开手喊：“不要杀我，不要杀我，我不抢了，再也不抢了！”我没收匕首，对着501老太太：“什么时候了还搞这一套？漠视了，人都要吃人了。我这人不惹事，但绝不怕事。下次再敢打我东西的主意，我绝不客气。”501老太太吓得张着嘴说不出话，我没多说，对陈少南他们说了句走吧，就上楼了，留下浑身发抖的祖孙俩。